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地狱，我是 Nico。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你们未来从事的工作所具备的一些特质，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需要具备怎样的能力？那在我们面前呢，有4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三组牌、第4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啊。首先我们抽到的这张星币4，它其实是你们未来的这种工作啊、事业啊，你们发展的方向啊，可能会成为一个决策者，就是你们每天会批改很多的文件啊、作业。审核很多的这样的报告啊，这种感觉就是会涉及到大量的这种文件的阅读、整理、归纳，然后你们未来会在一个管理岗位上，就是你们的决策会影响到很多人。实际上这个星币4给我一种日理万机的感觉，就是你每天要处理很多的事情，然后你们大部分时间可能都会待在一个地方，然后处理某种公务啊，这种感觉。而且呢，这张正义牌，因为它是有宝剑嘛，风象元素，所以说你们的工作可能不是这种体力活，而是说你们会涉及到大量的这种脑力的消耗啊，就是很费脑子啊，会涉及到大量的这种思维能量啊，需要你们具备这种非常活跃的思维能量。而且正义牌就是你们需要不断的在工作当中权衡利弊，不断的做出一些决策，就是这份工作它需要你们自身具备很强的理性，就是你们的逻辑思维能力一定要非常的清晰且理智，每时每刻你们都要做出决策。而且宝剑的话，可能说宝剑它本身就涉及到一些法律啊、法务的相关领域啊，会有就是说你们的工作它会有很多规矩啊，或者说条条框框的约束。而且呢，这个正义牌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们在工作当中，你们的性格也会被你们的工作所影响。那么第3张牌呢，高塔牌啊，它代表的是在你们的工作当中，有一部分东西它是无法控制的，就是你们需要有很强的这种随机应变的能力。就高塔它代表的是你在工作当中会时不时的去处理一些很突发的事件，所以说可能说这些很突发的事件，它甚至都不在你们的工作计划之内啊。所以说，这是你们在未来需要具备的一种能力，就是随机应变的能力。而且呢，这个高塔牌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们的工作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危险，有一点如履薄冰的这种感觉，而第4张牌呢，星星牌，星星牌的话，是你们的工作啊，可能会。就是你们会涉及到很多的赶工啊，你们在晚上的时候可能也要工作，因为要熬夜去赶工啊，你们可能有的时候会忙到很晚才能入睡，而且呢，根据这张高塔牌和星星牌的结合呢，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们的这种工作啊，如果说在工作当中出现了一些纰漏或者差错，可能有的时候需要你们来背锅，就是说需要你们去承担这个工作当中本来不属于你们的一些责任，就是说可能在工作当中会出现一些扯皮啊，或者说这种推诿啊，然后你们会常常成为那个替罪羊的感觉。那我们抽到的这几张牌呢，首先第1张牌就是 Nice House Face， 第9宫就是你们未来从事的这个工作的话，或者说你们的事业发展，它会和你们从小到大的某种梦想有关啊，他们是因为本身这个 face 它就代表的是某种信仰，而且呢，你们未来事业发展需要你们具备很强烈的信仰，就是你们从事的这个工作一开始一定是会很煎熬的，你们得一点点的熬过去。如果没有信仰的话，就很多人你们会看到他们会半途而废，没有坚持下去，反而是你们靠着信仰最容易走到最后。所以说这个事业发展它是属于先苦后甜，先难后易，就是在同一个跑道上，你们的竞争者会越来越少，而且你们的路会越走越宽啊。而第2张牌呢 ，First House the Body， 这张牌呢，
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们未来的这个事业发展可能需要你们具备的一项能力呢，是你们要有很好的体力，很健康的体魄。因为我刚才解牌的时候就说了，你们的这个工作它需要大量的这种脑力消耗啊，因为脑力消耗它也是体力的一种嘛。就是说，如果你们没有很好的体力的话，你们就没有办法去应对一些突如其来的事情的发生啊，或者说你们会要承担一些熬夜赶工带给你们的压力。所以说 the body 啊，首先就是你们一定要拥有一个强健的体魄，才能更好的去很从容的去处理这种工作当中的压力。而且呢，这个 the body 啊，就是你们的这种外形啊、外貌可能会对你们未来的工作有一些加成和帮助。第3张牌呢，就是 Seven House Partners。这张牌呢，它带给我的一个信息呢，就是你们在未来事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你们的伴侣，你们未来会遇到那个能够陪你们走过一生的人，而且你们可能是来自同一个行业，或者说你们的工作会有一些交集。你们不仅会收获到自己的事业，还会在这个你们工作的基础上去认识到自己的人生伴侣。然后呢，这个 partners 啊，就是说你们和你们未来的伴侣，你们2个人的工作能够互补，你们未来也有可能会，就是说你们2个人会跳出来啊，共同去创业。而第4张牌呢，就是 part of fortune increase， 就是说你们的这种业务能力在逐渐不断的得到提升之后，你们所得到的这种物质上的回报啊，它也是在水涨船高的。就是你们能得到的财富，它是在不断的积累和增加的。你们在未来可能说你们的工作是，就是说越老越吃香，或者说随着经验的积累啊，你们能够收获到越来越多的物质上的财富，然后你们的生活会越来越轻松。所以说我感觉可能说你们未来就是抽到这组牌的你们啊，随着自己业务能力的提高，你们未来可能会去主动的去创业。然后呢，这种创业的话，就是说你们会创造出一些产品啊，或者说你们会营销自己，然后呢，你们会去到一个更高的位置上，你们的身份也会发生转变。随着这种身份的转变啊，你们可能会拥有一个自己的生产资料，然后你们的收入也会大幅的增长。所以说你们做的这个事情啊，你未来的事业，你们未来可能这个发展方向最后会跳到创业的这个阶段或者说领域啊，它能够给你们带来大量的这种物质上的回报。那前期的话可能更多的是一种经验的积累啊。那么这张月亮牌呢，就是说你们的这种工作前期会很就是说需要你们慢慢熬，就是默默无闻的要隐忍。然后呢，就是说一开始的工作可能会比较基础啊，然后会一点点的往上爬。这个月亮牌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们的工作它需要你们保持低调啊，是一种不张扬的内敛的隐忍的力量，感觉有点闷声发大财啊。所以说月亮牌在工作未来事业发展上，你们首先要保持低调，然后广结善缘啊，不张扬不高调，走过的每一步路都很踏实很稳重，然后一点点的积累自己的影响力。那么第2张牌呢，圣杯10它就是你们的工作啊，事业发展还需要你们具备的一个能力，就是你们未来的工作事业需要你们拥有就是很多的应酬吧。这个圣杯10给我一种觥筹交错的感觉啊，可能还需要你们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社交能力啊，需要你们有一定的酒量，可能说你们不得不去应对一些社交，但是你们也会通过这种方式结识到一些对你们未来人生发展很重要的人脉，甚至是贵人。而我们抽到的这张 Judgment， 这个 Judgment 的审判牌啊，就是说你们的工作或者说未来的事业，它其实是会冥冥之中影响到很多人的人生轨迹，甚至是会改变他们的命运。这个死亡牌它带来的是一种死亡，还有关于死亡，关于重生。所以说你们未来的工作的话，可能会见证很多这种人世间的悲欢离合。而且你们做的这个工作，它在社会当中是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的，因为它会冥冥之中影响到很多人，甚至改变一些人的命运和人生轨迹。所以我感觉这种工作的话，这个 judgment 审判牌，它可能会涉及到那种法律啊，
因为有审判嘛，或者说因为有死亡和重生，可能也会涉及到这种医院啊、医护啊、医生啊这类型的工作。那么最后一张牌呢，是大天使给到你们的指引啊，就是说在你们未来的事业发展上，你们需要具备的一个很重要的能力 ，ask for help from others， 就是说你们在参与工作的过程当中，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你们遇到一些问题，可能你们的性格不太愿意麻烦别人，但这张牌告诉你们，你们还就得麻烦别人。因为有一些问题，尤其是在你们工作当中，有一些问题它超出了你们的能力，或者说你们工作的发展，遇到了瓶颈期的时候，你们一定要找一些人聊一聊啊，因为他们可能会给到你一些不同的角度去思考一些问题，能够给到你们一些新的启发，能够帮助你们更快的去度过一个就是前期的那个很煎熬的阶段，或者说帮你们突破那个瓶颈期。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第二组牌的话，首先呢，你们未来的这个事业，它是由某个人引导的，就是你们对于未来的这个工作和事业，可能一开始你们并没有想好自己要做什么。那么这个时候，在这个你们很迷茫、很挣扎的这个阶段，可能会出现一个人他会给你抛来一个橄榄枝，或者说提供一个机会，他会很平静的跟你说：“跟我来做这个吧。”然后你们就莫名其妙的跟他进入到了某个行业当中。圣杯骑士本身呢，这种圣杯对应的能量的话，就是说这种工作你们需要具备很强的沟通能力、语言表达能力，而且圣杯呢，它其实需要你们具备很高的情商啊，因为就是你们需要涉及到大量的这种沟通和交流。而第二张牌呢，实际上是一张空白牌，就是说在塔罗当中的空白牌，就是你们在找到自己真正想从事的这个事业和工作的这个方向之前，你们可能会有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你们会就是让自己暂停下来，这个过程可能有3到6个月左右，就是在这个3到6个月的时间，你们会放空自己，因为你们不想那么着急的去做出选择，你们想要沉淀一段时间，你们想要认清自己的内心究竟想要做什么。所以说这个空白就代表的是你们的人生，它有一个阶段是空白的，而这个阶段就是让你们看清楚自己内心真正的渴望啊。在这个空白的阶段，你们会彻底的切断和外界的联系，然后把自己藏起来。所以说在这组牌当中，我还看到了这张隐士牌。对，隐士牌的话，就是你们会在一个阶段，人生阶段当中去挣扎着寻找人生的可能性，但是这个阶段等你们回头再来看的时候，你们会发现，就是说这个空白的阶段，它会成为你们人生的转折点。所以说我觉得你们在这样的一个周期的过渡阶段的话，你们会给自己放一个长假。而且呢，可能之前的你们一直都是在被推着走的，就是你们可能内心当中并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方向，你们在被别人推着走啊，在追赶一趟又一趟的列车。只有当你们真正停下来之后，你们才能够看到自己的内心那些真正的渴望。而这个审判呢，审判牌它意味的是你们未来的这个事业。首先，审判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们的工作或者说未来的身份，它是会被人所尊重的就是你们的工作会有一种光环啊，会得到很多人的关注。可能说你们的事业就是别人的梦想，或者说别人所赞美和仰望的一个对象。而且呢，审判牌的这种工作，可能说你们的工作会创造出某种作品让别人来评价，或者说你们创造出来的作品，或者说你们的工作需要别人的认可。而且呢，这张审判牌它会给我一种这种传道授业的感觉啊，就是你们未来的工作可能多多少少会涉及到这种教育，就是把自己的这种理念或者说知识通过某种方式传播传递下去。那么这张权杖国王呢，就是在你们这个事业发展的过程当中，你们还会遇到一个女性贵人。这个贵人的话，她是就整个能量的话，你们可以看到她是一个很严厉的导师，对你们很苛刻很严厉，
但是你们会在他的这种羽翼之下快速的成长，所以说他是一个鞭策你们前进的这样的一个人。他的存在会给到你们压力，但是也会给到你们很强的驱动力，不断的驱动你们，去突破啊，去改变啊，去适应那个行业的发展。所以说这是一个快速成长的阶段，就是说这个女性贵人的出现啊，它会让你们迎接到一个快速成长的阶段。那么这张圣杯六呢，圣杯六的话，可能说你们未来的工作会涉及到一些绘画啊、创作啊、策划啊等等，就是说可能你们的作品还会发表在很重要的平台上。而且呢，这个圣杯六还有一种可能性啊，就是你们未来的工作可能会经历到一个很大的转变。因为这种转变的话，我在这个占星神谕卡上也看到了这种转变，就是 transform， 也就是说你们未来的工作方向啊、工作领域的这种转变，可能是你们原来的工作或者说你们所学习的方向，它并不能够带给你们真正的快乐或者说喜悦，你们感觉可能在一个环境或者说领域当中不断的被消耗。所以说你们这个圣杯六啊，就是说你们可能会经历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你们会离开你们的工作。这个圣杯六它也代表的是一种提交辞呈，就是说会离开一个环境，然后去鼓起勇气去一个新的领域发展自己啊。你们的人生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很大的转变。而且呢，这个 Black Moon Lilith就是说这个黑月莉莉丝啊，它其实就是说你们未来的这种事业发展的话，可能还会有一点神秘啊。Misery 它就对应的是一种神秘的这样的一个光环，就是在这个就是在你们的职业之外啊，别人看到你们的工作可能会有一点怎么说呢？它会赋予一些你们工作一些特质啊，就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然后呢，你们的这种工作，你们工作当中可能涉及到的这种信息的交换是需要保密的，你们是不能随便去透露的。可能说会有一些很机密的信息交换，或者说这种信息它会涉及到一些利益啊，或者说这种信息它是很隐私的一些信息啊，并且呢，那么这个 First House 第四宫，它带来的是一种 roots 一种扎根就是你们的工作未来的事业。可能这种 roots 的话会给到你们很大的这种归属感、安全感，或者说一种成就感。而且呢，你们的这个工作啊，这个 roots 它也代表的是你们的工作需要去深耕，就是在一个领域深耕，然后慢工出细活。如果说你们想要茁壮成长，那么你们的根必须扎得非常的深，就是说你们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去夯实自己的基础。种子在破土发芽之前，你们可能看不到任何的变化，但是你们一旦突破了那个临界点啊，一旦你们破土发芽之后，你们就会迅速的成长。而第四张牌呢 Virgo Analyze 处女座的话，它可能说你们的工作会涉及到那种很精密的、很精妙的一些工作上的交接吧，或者说你们创造的这种作品会涉及到一些很精妙、很精密的东西啊。它会要求你们自身拥有很缜密的思维，而且呢，这个处女座对应的工作呢，你们还需要非常的挑剔啊，需要你们拥有很高的要求和标准。处女的这种能量的话，就是你们的工作同样需要你们自身拥有非常鲜明的个性。你们未来的事业，他们可能并没有压抑你们内在的个性，他还鼓励你们去释放出内在的这种个性。正是因为你们自身的这种鲜明的个性，才能够成就你们啊。所以说，我觉得处女的这种能量，它是很自我的、很骄傲的这种感觉。你们会为自己未来的工作而感到骄傲，而且你们的工作是受人尊敬的。那我们抽到的这几张塔罗呢，这个圣杯女皇圣杯女皇的话，它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你们的工作，它可能需要一些情绪的流动所带来的创造力，它需要你们具备某种创造力啊。这个圣杯它本身就代表的是情绪的流动，而且你们的创造力可能是通过情绪的这种波动来体现的。
也就是说，你们的情绪在剧烈的波动的过程当中，你们的创造力、你们的思维，它就会释放，它就会爆发出来。那么这一张 Knight of Pentacles， 星币骑士啊，就是说这种土象特质啊，它有很强的摩羯的能量。这种摩羯的能量就是一点点的脚踏实地的，一步一个脚印的去积累，是一种聚沙成塔、水滴石穿的感觉。就是你们的这个工作，它是不能够急于求成的，需要你们让自己慢下来。对，慢就是快。而且呢，这个魔术师啊，魔术师这张牌也很特别，就是在这个魔术师的手上，它是有一个骰子的。这个骰子的话，其实它是有一种随机性在里边的，就是你们的这个工作的上限，你们未来事业发展的上限呢，它是需要它是有一些命运的东西一些很随机的东西在里边的，有一种就是小富靠勤，大富靠命的感觉，就有一种冥冥之中的命运的力量，它会决定你们发展到怎样的高度而这一部分呢，它可能是完全不可控的它不在你的掌控当中。所以说，这个魔术师他想要给你们传达的一种指引，就是有一些事情你们要学会顺其自然，跟随趋势，跟随大势。就你们有的时候努力，可能最终只占你们事业成就最终能够达到的高度的一小部分，更多的还是你们要跟上整个大的趋势的发展和变化。只要你们能够跟上这种趋势的发展和变化，它就能够把你们带到一个很高很高的位置上。那么这张 Trust 就是你们未来事业上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要相信自己。真正的勇敢永远是对自己的笃定永远要相信自己的判断和选择，跟着自己的心走，因为相信它本身就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呢，是自我实现的力量就是你所相信的，就是你即将要体验到的。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组牌。首先第三组牌这张吊人牌这个吊人牌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们的工作或者说事业，它可能像一堵围墙一样，里边的人想出去，外边的人想进来。就是你们在围墙里边的时候，你们可能会受到你们的工作方方面面的束缚和限制，但是呢，可能站在围墙外看着你们的人就会觉得你们的工作很幸福有某种光环，受人尊敬。他们会很羡慕你，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只有你们自己知道这个过程或者说自己的工作是有多辛苦。那么这张圣杯3呢，它是你们在工作当中就是事业发展的过程当中需要具备的一个特质，就是你们需要有这种协作精神。因为你们的就是说这种工作和事业，它光靠你们一个人是无法完成的，你们要通过合作，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去共同达到一个目标。而且呢，就是这种特质呢，就是你们需要有比较强的合作精神，或者说协作精神。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不断的磨合，它同样也会极大的考验你们的耐心。但是呢，其实这张圣杯3的话，它说明你们还是能够胜任这种工作的，并且你们可以完成的很出色。那么这张星币8呢，其实是虽然说这就是你们的工作有一部分是需要通过这种团队协作来完成的，但是呢，这个工作的另一面就是你们未来的这种事业可能会非常的孤独因为你们的这个工作或者说事业，它可能会经历一个比较长的周期。圣杯8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们要小心翼翼的去呵护某种东西，可能就是说牌面当中的这朵玫瑰，它是你们的作品某种作品，或者说工作上的成绩，你们在慢慢的等着它长大去小心翼翼的呵护。在你们的工作上面想要开花结果取得这种阶段性的成就，你们就需要穿过漫长的岁月。所以说你们需要有，就是对于你们的这个事业发展和工作，你们必须是一个长期主义者，并且有极大的耐心。而且呢，在这个向上成长的道路当中也是很孤独的。所以说这个星币8它就给我一种匠人精神，就是你们在成长的道路上需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
不断的积累、试错、沉淀，然后最终突破，完成一个大的轮回啊，就是完成一个成长。那么权杖2呢，它就意味的是你们的这种事业和工作，它在发展到了某个阶段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巨大的瓶颈期。在这个阶段的话，你们会很容易迷失自己，因为你们可能说要通过某个很重要的考试去得到那个结果以后，你们才能够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所以说圣杯的这个正位的话，它就意味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会如愿以偿，因为你们在这个为了那个结果在努力的过程当中啊，你们可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准备，然后你们在不断的沉淀和积累之后，就会完成那个巨大的突破。所以说这个圣杯就是你们在这个可能说事业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的终点，宇宙给你们准备的礼物。它代表的是得偿所愿。那么我们抽到的这几张占星神谕卡的第一张牌就是土星啊。土星其实它在占星当中是一个它是携带着这种凶相的，就是说它的能量会有一点凶险。所以说你们未来从事的这个行业可能会有很多的规则、束缚、限制，有一点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可能会如履薄冰啊，会面临到很大的压力。这种压力可能会涉及到很激烈的竞争啊，你们会从这种压力和竞争当中得到成长。我们抽到的这张牌呢 Seron 凯龙星。凯龙星的话就是你们未来的这个工作，它是能够帮助到别人的，去疗愈到别人，也能够治愈到别人。可能说这种疗愈或者说治愈呢，是物理层面的治愈和帮助，也可能是心理层面的治愈和帮助。总而言之，这个过程你们是能够提供给别人价值的。而且呢，这种疗愈它也是双向的，就是你在疗愈别人的时候，别人也会反过来疗愈你们，意味的是你们在工作当中产生的这种巨大的价值，在帮助到别人的同时，在给他们带来价值的同时，你们所产生的价值又会回馈给你们，然后形成这样的一种正向的循环。那第三张牌呢是 12 House Escape 逃离。也就意味的是你们的这种职业发展可能会经历到一个很大的转变啊！你们可能在就是从事一个你们真正热爱的行业和领域之前，你们会有一个逃离，就是说逃离一个你们不喜欢的环境，或者说不喜欢的工作和领域。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可能说要做出这个决定需要巨大的勇气啊！所以说这张土星它也能够就是和这个牌是有一些连接的，因为土星它本身代表的就是一种压力，就是你们做出那个决定和改变，可能刚开始是存在着巨大的这种压力和阻碍的。所以说这个 grand 就是说这个大三角带来的是一种 blessings 就是一种祝福啊，就是你们可能说你们在做出那个重大的决定和转变之前，可能一开始因为这种土星的存在可能会受到周围人的反对，但是呢，当他们看到了你坚定的决心和信仰之后，他们可能会慢慢的转变自己的想法和观点，然后最终会祝福并支持你们。所以说这个大三角呢，其实它还有一种祝福是大天使给你的祝福，就是你们会发现你们会慢慢的发现你们在某种特定的领域会有着很强的天赋，可能说别人学1个月，你们学1个星期就可以搞定。所以说在这种特定的领域当中的这种巨大的天赋，这就是大天使给到你们的这种祝福，你们要去利用这种优势把自身的这种优势发挥到极致。那我们抽到的这几张牌呢，首先是这个命运之轮啊，命运之轮它是一种命运的轮回啊，有点像风水轮流转，就是如果你们的这种事业发展前期比较困难一旦你们找到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发力点之后，命运之轮它就会从逆位变成正位，而过去阻碍你们的力量，它会变成一种推着你们往前走的力量。而且呢，命运之轮它也意味的是你们的工作可能会涉及到某种专业的技能，需要你们不断的重复的练习，因为命运之轮它就是一种轮回，你们在不断的重复的练习的过程当中，你们就能够不断的精进。那么第二张牌呢 Temperance 节制，
就是说你们事业的这种发展的话，你们可能需要具备的一种特质，就是你们要学会忍耐啊，要学会具备这种长期主义的视角，因为你们的这种事业的属性啊，本身它就是需要经过漫长的积累的。你们有的时候可能会因为自己无法获得这种短期的进步和快感而感到烦恼。那这张牌就告诉你啊，不要太过于在意眼前的得与失，你们应该看到一个更大的格局，甚至有的时候你们应该去警惕那些能够迅速给你们带来快感的东西啊，因为它可能会把你们拖入到一个深渊当中啊，会让你们很快的坠落。所以说第3张牌圣杯8啊，也是你们在就是追逐自己梦想的过程当中可能会经历这样的一种失落，或者说你们在追逐梦想的过程当中会经历这样的一次失败啊。圣杯8其实它就是一种信心受挫的状态，也就是说即使你们知道自己的方向，即使你们知道自己的目标在实现它的过程当中会一波三折，你们会突然的迷茫、挣扎和彷徨，但是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无论你们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你们依然会站起来拍一拍自己身上的灰尘，然后义无反顾的往前走。所以说这张大天使神谕卡就告诉你啊 ，remain positive。无论在怎样的境况下都要保持乐观，因为生活它会治愈那些愿意相信美好的人。所以说不要害怕，在未来的世界有你们所热爱的一切啊，你们还有很多你们人生当中未完成的使命啊，它等着你们去实现啊。所以说不要被短期的那些不如意所打败。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4组牌。那我们第4组牌，首先这个权杖9啊，就是你们在追逐自己的梦想的过程当中啊，要忍受巨大的寂寞和孤独，因为你们在自己的事业和工作上常常会感到格格不入，或者说没有人能够真正的理解你们，你们会在这种孑然一身的状态下完成一种蜕变和成长。而且呢，这张月亮牌，你们可能是通过某种方式去完成自己的梦想的，通过一种特定的方式去表达和展示自己。所以说这个月亮牌就是你们未来这个事业发展的方向可能会通过某种特定的形式来表现自己，比如说写作啊、表演啊、艺术创作啊等等这方面的这种领域啊，就是你们会用一个很独特的方式去表达自己，去展示自己。那么这张宝剑1呢，它意味的是你们在就是实现自己梦想的过程当中，它必然会伴随着风险，但是同样它也会它会有巨大的回报。所以说它其实是一个等价交换，你们必须要冒着某种风险去得到你们想要的。可能说这种风险是意味的是你们会失去某种稳定。而且呢，这张权杖3它也象征的是你们的这种开局，就是你们的起点可能并不高啊，或者说你们的开局条件并不足够好，你们在一开始可能会稍稍的落后于别人。所以权杖3其实你们一开始就是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当中，一片荒芜啊，你们完全就是一个小白，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做啊，就是你们的前面是一片空地，你们必须要耐着性子慢慢的耕耘，然后逐渐的才能得到收获。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们身边的木桩它已经在发芽了，就说明你们长期以来默默坚持的这件事情会在未来给到你们回报啊，它正在甚至已经给到你们一些回报了。所以说你们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一种希望。而星币王后呢，它本身就是因为是土象特质啊，它就是一种很稳固的、很扎实的能量。所以说星币王后它也是一种很富足的象征，就是你们的事业在未来会带给你们巨大的回报，而这种回报呢，更侧重于金钱物质方面的回报。而且呢，这个星币女皇，我其实在这张牌面上看到了你们对于荣誉和成就的渴望，所以说你们未来的人生必然在更高处啊，必然是独一无二的。
那我们抽到的这张 Lunar Eclipse ，Change， 月亮它带来的这种改变月食带来的这种改变是很漫长的，是潜移默化的一种改变，就是你们在奋斗或者说追逐自己梦想的过程当中，你们的精神会逐渐的得到升华，你们专注什么，生命就为你们呈现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会注入一些新的生命能量在自己的事业发展上。第二张牌呢是 Sun Spirit， 就是说你们的这种工作它需要有很强大的精神能量作为支撑你们需要拥有很强大的这种信念。我觉得可能是你们的这种事业或者说工作，它会对你们的精神造成极大的消耗。所以说这张牌你们在事业当中具备的特质呢，就是你们必须要有非常强大的精神能量和信仰作为依靠。而且呢，这张 Mercury Retrograde， 就是说水逆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会遭遇到很多现实层面的阻碍你们必须要突破这种阻碍，去完成命运的剧本给到你们的考验。所以抽到这组牌的话，因为我们抽到的这两张占星神谕卡，一个是 Life Stats， 还有一个是 Desire， 就是我觉得这组牌的你们是内心当中是有着巨大的这种热情和激情的，所以说你们的未来是很有可能去创业，或者说去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可能说管理一个组织。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可能会背负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负债，承担一定的负债，并且这件事情你们需要用巨大的热情才能够推动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很多人放弃它有着很高的淘汰率所以说你们必须用这种很强的精神能量和信仰去驱动去维系它。我觉得抽到这组牌的你们应该是选择了人生当中最有挑战性的一种可能性就是可能你们本来有机会去选择一条很容易的路，但是你们出于对自我的这种追求你们出于对自我的这种要求，为了某种梦想，或者说你们想去更高处看一下，那么你们就会选择一条更难的、更难走、更蜿蜒曲折的一条路。但是我想你们是不会后悔的，因为人生的选择其实很奇妙当你们选择了那条当你们选择了那条看似更艰难的路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当你们义无反顾踏上那条路的时候，你们会发现那反而是一条通往成功的捷径。所以说这张星币4呢可能是你们自身非常喜欢收藏某样东西这个星币4它代表的是某种很珍贵的东西的一种鉴定和收藏。我觉得你们可能会通过这种方式去证明自己，或者说你们在收藏某些东西的过程当中会得到一种快感。那么这张权杖国王这张牌意味的是你们在事业发展的后期，你们会掌握，就是你们会拥有很强的影响力，就是它意味的就是权杖国王，你们手上的这个权杖是你们所拥有的一种权利、影响力，或者说你们会拥有一种很重要的资源，你们可能会成为一个领域的这样的一个意见领袖或者说是一个很成功的表达者，企业家或者说是像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师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而且呢，权杖5的话，也是你们在事业上可能会必须要面临到一些利益上的纠纷、博弈还有很复杂的这种人际关系，需要你们拥有很高的情商，或者说一些很巧妙的手段去平息这种人际关系上的纷争和矛盾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些办公室政治。那么这个宝剑女皇呢，就是说你们的事业它需要你们具备某种特定的技能，这种技能呢，你们一旦掌握了这种技能以后呢，这个宝剑女皇其实是很优雅、很从容的。就是说，你们掌握的这项技能，它能够提升你们自身的这种气场、能量场，就是你们的气质会因为你们掌握的这项技能而有所改变。所以说，这张牌其实它给我的感觉就是腹有诗书气自华。你们在某项专业技能上的这种打磨练，会让你们整个人的气质、整个人的能量场也会有一个很显著的变化。那我们抽到的这张牌呢 ，Look for a sign，
就是推动你们整个人生啊事业发展，其实是某个可能说不起眼的瞬间，就是你们会被某个灵感所击中啊。因为选到这组牌的你们，可能你们在这个人生发展的过程当中，非常需要某种一闪而过的灵感或者说想法，去启发你们，能够让你们有一个顿悟啊，完成这种精神层面的觉悟和升华。所以说你们在事业发展上就很需要这样的一个时刻，并且你们可以期待这样的一个时刻，因为它会在某个瞬间点醒你。这个一闪而过的灵感和想法呢，它就会加速你们的成功，或者说加速帮助你们更快的突破那个瓶颈期。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啊！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